大家好，今天是2024年11月14日，这也是山鹰出差的第5天。那这一天呢，上午是到国宝松江城来做一个探险，下午呢则会到进港鬼太郎的故乡，傍晚到米子城看夕阳。那这部影片呢，会先带领大家看国宝松江城的样子。准备好了吗？随我一起开启今天的冒险。这一天的早上，我从我住宿的地方只是走1分钟出来，就能够轻松的看到抵达松江城的领地。其实我前一天的傍晚、晚上都有来这边散步或是夜跑，有着不一样的感觉。直到这一天早上，我才来深度的一个探险。清晨的山阴地区，整个空气感觉非常的好，天空完全的蔚蓝，一路上没有什么观光客，只有零星早起运动的居民。这种一个人独享国宝古城山林公园的感觉，真的非常奢侈与舒服。松江城是全日本仅存12座天守之一，更是名列5大国宝。这座城完工于1611年，历经400年的战火和明治时期的拆城令，奇迹般的保存下来。一边是战国末期的黑木城堡黑科技，一边是神秘的文豪怪谈街道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有趣的地方。现在走过来这里，它长得跟周围的房子非常的不一样。纯白色的洋房叫做星云阁，是明治时期1903年，这里为了迎接大正天皇，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天皇后，他来山阴地区视察，赶工建造的贵宾迎宾馆，融合了西式的雕花装饰与日式的屋顶线条，是典型的拟洋风建筑，在古城里显得特别亮眼。星云阁往前走就是神社，再继续往前走就会到收费区，花钱买票后就会进来，就能够看到松江城的天守阁。松江城因为外观屋檐的黑色木板，形状就像大鸟展翅一样，所以又被尊称为千鸟城，是全日本现存12天守中少数在2015年正式被升格为国宝的城堡。拖鞋进入天守阁内部，一进来就能够看到它这种我们可以认为是400年前的建筑黑科技。当时的这个竹城大师枯萎紧勤，面临木材短缺的问题，演化出这种极具智慧的包筑工艺，用樟木和杉木片包覆在核心支柱外，再用铁箍牢牢锁死，既省木材又防震。而且这里完全是为了实战防御而设计，像是极其陡峭、不怕火烧的桐木木梯，还有墙上用来向下砸石头与射箭的落石窗。战国末期的烟硝味
到今天依旧保存的一尘不染。这里可以明显看到这个非常陡峭的楼梯，上下楼都要小心。上到顶楼就可以看到正中间摆放着的国宝的一个证书，这里被称为望楼，采取了完全无窗的开阔设计，风非常大，寒意十足。但从这里360度鸟看出去，整片松江市区综合交错的护城河，全都一览无遗。站在这里，真的能体会当年城主指点江山的专属视角。走出天守阁，在户外庭园散步。走出天守阁，踩着细碎的碎石子路，顺着后山步道往下走。在日本，古城铺碎石子不只是为了好看，而是刺客踩在上面会发出沙沙声，是天然的防盗警报器。路边这口深不见底的池子叫做马洗池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池子，它是松江城在战时最重要的生命线。城内士兵利用地下水引流到这里，专门给战马饮水和清洗。即便到了400年后的今天，里面的水依然清澈见底，生态维持得非常好。这附近有保存得非常良好的苔藓。继续往下走，可以看到这个楼梯，这里是松江这里的这个护国神社。这栋神社呢是建于1939年，环境非常幽静，供奉的是岛根县近代以来在历次战争中为国捐躯的2万多名先烈。在微冷的秋末上午，漫步走过这里，看着庄严的木造大殿，心里会有一种说不出的肃穆与平静。继续往下走，会看到红色的鸟居。这里呢，就是这趟行程中最神秘，也是我最期待的地方——城山道贺神社。大家看到镜头拍到的这些画面，这个周边密密麻麻塞满了成千上百只造型各异的，甚至有些风化破损的石头狐狸。这里呢，以前是著名怪谈文豪小泉八云最常来散步的地方，因为呢，他非常的喜欢这里一只耳朵受伤的石头狐狸，还特别呢把它写进了自己的文学作品《知性的日本》里。身为一个昆虫学家，在深山树林里看到这么多石头狐狸直勾勾的盯着鸟，这种感觉真的会让人头皮发麻，又忍不住赞叹它的独特美感。告别了神秘的狐狸大军，顺着后方的道河桥，跨过宽阔的护城河，
正式走出了松江城的核心范围。这座红色木桥配上河畔两旁的百年老松树，完美的展示山阴地区低调优雅的古风，也是明信片上经典的取景点。在日本啊，我们常常会说像到河口湖看逆富士，那像在这边呢，它这个河面的这种平静的感觉，整个倒影感觉也非常的好。现在运气还不错，刚好有一艘这个游湖的船经过，所以来这边搭这个船的旅游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。那穿过稻荷桥后，就直接切入了松江城北侧最著名的传统美观地区岩见神社。这条街道被选为日本百大名道之一，长度约500公尺。之所以出名呢，是因为它是江户时代松江藩高级武士们居住的宅邸街，也是爱尔兰裔文豪小泉八云以前在松江生活时的旧居所在地。他被这里的怪谈历史吸引，甚至在这里娶了松江武士的女儿小泉节子，最后规划日本籍。这条街上弯曲的百年松树，仿佛还保留他当年散步时的影子。我们呢，正式的走入这栋五家屋夫，这是江户中期松江藩年俸600担的高级武士居住的真实豪宅。里面从气派的长屋门、男主人接待客人的正厅，到极具禅意的庭院，完全保留了江户时代阶级严明的住宅样貌。走在古老的榻榻米、和木地板上，每一步呢都能闻到淡淡的木头香气，真的有一种穿越回江户时代的错觉。离开五家屋夫后呢，沿着宽阔如大江一般的护城河，慢慢的散步往车站方向移动。松江城呢，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护城河防御系统极其发达，水质极好，而且呢，它与外面的河流是相通的。每到春天，还能搭乘枯川游览船，船夫一边唱歌，游客就要一边低头穿过一座座极低的小木桥，是松江最具代表性的观光体验。另外，刚刚过来的时候，第一间有小泉八云的一个纪念馆，它里面有2层楼，然后记录了他的生平，只是里面都不能摄影，是蛮可惜的。现在呢，在经过这个松江地区的一个住宅区，可以看看大家平常他们住的样貌。那这边回来走到这个桥这里，其实我走这么远的路，其实就是在找公车站而已啊。那现在呢，等一下，公车来了，
这班公车其实很快哦，10来分钟就能将我们送回车站。顺利的抵达松江站，也完美了结束这趟资讯量爆棚的国宝松江城上午散策。回头看，从明治的白色洋房、国宝天守阁的包住黑科技，到城山道和神社成千上万的狐狸怪谈，松江这座城市真的太有底蕴了。不过今天的冒险还没有结束，接下来我将要从这里搭车前往下一个著名的妖怪世界——水木茂的故乡静冈，去拜访传说中的鬼太郎。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下午的行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